从2015年到2025年，每年的韩国电影年度票房冠军，财阀看了都破防，满屏西巴，爽翻天。2015年，一部老手横扫亚洲，黄正明搭档刘亚仁直接在影院轰下1051.7亿韩元的票房奇迹。那句火遍全网今晚由赵公子买单起嚣张角色的灵魂原型就在这儿。当年刘亚仁就凭借赵太武那股变态帅的疯魔劲，强势问鼎青龙影帝。哪怕过了10年，这种底层刑警死磕权贵的爽感，依然是无数爽片难以望其项背的传奇。2016年是属于 K-Zombie 的元年，列车上的丧尸狂潮硬生生卷走了931.8亿韩元。作为韩国本土首部丧尸商业大片，它凭一己之力拉高了整个题材的门槛。片中除了孔刘的那份让人泪崩的绝望父爱，讨论度最高的莫过于让丧尸都害怕到报警的神马东锡。只可惜出道即巅峰，后面续集口碑彻底崩盘。2017年，计程车司机。2018年，阴曹地府迎来了基建狂魔式的奇幻大作《与神同行》第二部《阴与缘》，狂斩1026.8亿韩元。这出戏直接打破了续集必烂的魔咒。虽然主线是在阴间法庭打官司，但当深埋千年的恩怨纠葛被拨开后，真的让人哭到脱水。韩国观众对这种家庭羁绊和前世今生的宿命感简直毫无抵抗力。2019年诞生了韩影史上的一个超级奇迹，极限职业以1396.5亿韩元的票房纪录，直接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甚至在本土票房表现上，连拿下奥斯卡的《寄生虫》都得避其锋芒。柳成龙领衔的废材5人组卧底卖炸鸡，居然卖成了连锁大亨。这种荒诞的笑料配合干脆的节奏，简直是为现代人量身定制的解压神作。2020年，由于大环境影响，影院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但李秉宪硬是凭借南山的部长们在夹缝中斩获了412亿韩元。这是一场压抑到骨子里的政治惊悚博弈，还原了那桩震惊世界的刺杀总统案。最后，雨夜里的那几声枪响，冷酷又肃杀，直接拿下了当年百想艺术大赏的最佳电影。2021年大荧幕生存状况依旧举步维艰，而摩加迪沙却以345亿韩元杀出重围。金伦士和赵寅成联手在异国战乱中上演了一场枪林弹雨版的生死大逃亡，南北外交官被迫并肩作战的张力拉满，书本护体的飙车戏更是惊心动魄。这部扎实的工业大作在逆境中为行业注入了久违的底气。2022年，那个一巴掌能扇飞2个壮汉的男人，带着《犯罪都市2》狂轰1312.9亿韩元，一举终结了长达2年的影院寒冬。马东锡用绝对的拳头告诉世界什么叫神级 IP。这一次怪物刑警跨国追凶，开启对残暴匪帮的单方面狩猎，让法外狂徒再无藏身之地。这种爽到天灵盖的暴力美学，就是这个时代最硬核的正义铁拳。2023年的现象级史诗《首尔之春》跨年累计豪取1279亿韩元，它带我们重回那改变韩国国运的惊天9小时。黄正明自毁形象挑战大反派，那副油腻疯狂的秃头模样和那股子自私狂妄的嘴脸，看得人心率直飙130。最绝的是，即便历史结局早已注定，影片依然能把悬念与愤怒值拉到爆表。2024年融合了中式风水与日韩民俗的破幕，狂揽1151.5亿韩元票房。崔明植、金高银、李道贤组成的驱魔天团，专业程度连真正的萨满和风水师都直呼内行。虽然后半段剧情从墓葬玄学突变为巨型怨灵大战，让不少观众感到些许割裂，但那种阴冷诡谲的东方惊悚美学却是精准戳中了神秘学爱好者的爽点。2025年票房黑马《我的僵尸女儿》以531.3亿韩元收官，虽说比起前3年动辄1000亿的记录直接腰斩，但在市场普遍乏力的当下，观众显然更愿为这种低门槛的快乐买单。曹正奭演的那个中二爸爸简直是神来之笔，又搞笑又让人心疼。在末日背景里注入爆笑亲情，这种别具一格的温馨沙雕风，真的是近年影坛的一股清流。